各位好，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Enzo。那这周呢，我一直都在重训，就是一直练我的二头肌吗这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周呢，我都在测试300/600F4，应该不是练二头肌啊，可能整条手臂呢都有练到。那 Sigma 300/600F4这个镜头呢，我觉得它发表的时候算是有震惊整个鸟摄又或是运动摄影圈吧，因为这个焦段呢超级强悍。无话可说吧，就是300/600，而且还恒定呢。那我这整周呢，几乎每一天都带它出门拍摄，但因为我拍的题材呢比较多，几乎都是拍鸟，所以运动方面的话呢，这一集比较没有拍到，但是鸟类呢是拍非常多。而我觉得拍摄鸟类来说的话呢，比拍摄运动还要再稍微更困难。然后我也拍了很多非常小的鸟类，所以可以测这一颗镜头的真正的追焦速度表现到底怎么样。然后我好像默默的有一点踏入鸟摄这个圈子。鸟摄呢，其实非常的好玩，因为你可能会在那边花了一整天，然后拍了几千张照片，然后最后可以用的呢，大概可能不到50张或不到20张之类的，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过程。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呢就来详细介绍 Sigma 300/600F4的详细使用心得。这边直接说一个秘密，我觉得这颗镜头 CP 值超级高。早安啊，各位！猜我今天要测什么？没错，Sigma 300/600，今天是300/600的第一站。这个里面有瞄准镜可以打得到？不行，对啊，打到木头了，靠用。看一下后面有一只鸭子。预拍摄，我看到预拍摄。你机子没有预拍摄吗？没有，我的没有。没关系，我的也没有。买不起了。高级的设备，高级的设备真的高级耶。对，顶级了，好不好？找到一只。我刚刚仿真好强哦，看下去就变那个。哇，也太不错吧？很准啊！这个画质不错吧？我们现在在那个湖边练习追那个鱼雁，刚追到蛮多张的。哦，他们从头跟到尾，我这个天才！对，那边这个天，跑在这哪里啦？这边在你面前啊，对不到啦！等一下。4公斤，然后今天手持，重吗？摔到了你会怎样？Sigma 会怎样？不是我会怎样？Sigma 会碰杀你。我会说是波霸摔的。然后这个300/600跟我的200/600，小老弟200/600，好小只哦。对啊，突然变很小只哎。等一下，我在这边。那我们现在呢，在接近台南的地方，我们也是一样带着300/600来这里拍那个红隼。我们的原本的第一个目的地，终于第4天拍到了。对啊。然后这个快门大概都60到80都不会晃到。
超夸张，防守真超夸张。那现在呢，接近太阳西下，我们只能出动 ZV-1 ISO 12800，在这边拍摄配 F4。等一下等更晚的时候，只能靠它了。然后现在在拍猫头鹰，显示。那以上呢就关于这一周的拍摄体验。如果你觉得我虽然算是一个摄影老手，但是在鸟摄方面呢，我应该算是新手。那我以这个身份拍起来的照片，你们觉得好看的话呢，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这对我来说呢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然后现在 Enzo 的赖社群呢也已经打开咯，大家可以到资讯栏下面的连结点击加入哦。记得问题要回答对，不然管理员不会审核过哦。那我们这里来讲解一些这颗镜头的规格还有特色吧。那首先300到600恒定光圈 F4 这个焦段呢，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对手，它就是史无前例，第一次做出这么厉害的镜头哦。它的镜头呢是真的非常的大颗，重量呢也不遑多让，重量到了4公斤左右。但说真的，关于这个4公斤呢，我可以很认真跟你说，它的4公斤呢，其实以这个焦段来说呢，并不算重。这后面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解说哦。然后左边的按键配置呢，就跟一般的大炮差不多。那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说它的 OS 1的话呢，就一般情况下去做使用。OS 2的话呢，就是在追焦上面呢去做使用哦，大家不要开错哦。那右边方面的话呢，有2个功能哦。第一个的话呢是召回对焦，这个呢其实比较少见一点，一般镜头呢都不会有。然后第二个功能的话呢是 Power Focus， 它就是一个可以用马达去做手动对焦的动作啦。那我们先讲一下召回对焦，这个我们切到这个 preset 的话就是召回，所以我现在呢对其他地方，然后再回来转前面这一个，它都会直接召回到我刚刚对焦的地方。召回对焦在现在就很好用，我刚刚已经对好那一只猫头鹰，然后我现在手动对焦，我转一下就可以对回原本的位置。因为猫头鹰呢非常难找，所以你拍其他猫头鹰，在回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召回到原本这只猫头鹰的对焦位置，你就不用让它 AF 在那边自己去做寻找。因为在这种很多树枝的后面的情况下，其实 AF 呢也是很难去做对焦的，所以我觉得召回对焦这个功能呢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哦。然后第二个 Power Focus 这个功能呢，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什么情况下会需要用这个功能啦。因为如果我要对焦的话呢，我就手动对焦，转对焦环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这个功能你觉得什么情况下用得到？欢迎留言跟我说，因为我目前的使用环境呢是完全用不到这个功能。那如果你有滤镜需求的话呢，它其实设计在镜尾的部分。镜尾有个地方呢，你只要轻轻一转就可以拉开，里面呢有一个40.5mm 的一个滤镜，所以你可以换上 ND， 换上什么之类的。那画质上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在意，就是它的画质表现到底怎么样。那这次呢，我几乎大部分的照片，有90%照片呢都搭配 A1II 去做使用。在5000万画素的情况下呢 ，F4 的情况下，几乎每张照片只要是准焦的部分呢，都非常非常的锐利，所以我完全没有觉得这颗镜头的画质表现有任何的不好。我觉得它的画质体验呢，在5000万画素也是相当扎实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不用去担心它的画质表现。那我们来聊一下它的对焦性能哦。
它最高性能是 Sigma 使用上了 HLA 的高速线性马达。拍飞版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测试镜头对焦最困难的一个期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表现都没问题的话，基本上你在拍摄任何题材的时候，这颗镜头对焦速度呢都是符合你的预想的哦，绝对都是相当够用的。但这边要强调一个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说，Sony 的 A1 跟 A1 II 呢，如果你只要是装副厂镜头的话，你的连拍速度呢都不能开到30，你都只能开到15张。这个呢其实相当的可惜，就是我没办法发挥到 A1 II 的全部实力啦。但是如果你是 A93 的话呢，其实 Sigma 半年前呢就有更新非常多镜头的韧体，它都可以让 Sigma 的镜头呢支援 A93 的120张的连拍啦。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呢，因为 A1 II 是高画素嘛，高画素打鸟机其实目前能打的呢就是还有 R52，还有那个 Z8 跟 Z9。R5 的话呢没办法转接，但是 Z8、Z9 的话呢可以。所以这次呢，我特别转接到 Z8 上面，这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完整画素的20连拍去做使用，而且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将360x/f4加上增倍镜，就1.4倍增倍镜或2倍。那我们这次呢配上1.4倍增倍镜，在 Z8 上面呢，一切也都是可以顺畅使用的哦。但 Sony 的话呢，如果接上增倍镜的话呢，就不能使用，因为增倍镜的话呢，只能支援原厂镜头。但如果你是透过转接的到尼康 Z-mount 的话呢，反倒可以让这颗副厂镜头透过原厂的增倍镜，再转到 Z8 上面，同时有4个品牌协作，达到一个完美的配合。然后我们这次在用 Z8 拍摄的时候呢，其实准焦率呢也相当的高。当然有一部分是 Z8 的对焦实力，然后再来就是说这颗镜头的对焦马达，在这个转接的情况下呢，其实表现也是很好的。大家可以看以上这些实拍都使用 Z8 去做拍摄的哦。那因为我前面有说过，其实我以前鸟摄拍的不多，那我这里呢就请一个超级鸟摄老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颗镜头的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那这次360呢，我们特别请到德宝光学的盛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颗镜头的一些想法。就我拍摄的题材，我主要是以鸟类摄影跟赛道摄影为主。那我们在拍摄鸟类摄影的话，以台湾我们现阶段比较常用的就是600端。那在赛车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场地有近有远，然后它的焦段因为是300到600，基本上我只需要带1颗出门，我就可以涵盖我这2大类的题材了。现在普遍的定焦方式在3公斤，那它4公斤基本上是3公斤跟4公斤是没有区别的，可是它因为它4公斤，我可以1支就可以搞定了。算是640的替代吗？也不敢说是替代啦，因为毕竟恒定光圈在于物理性来看的话，理论上它或许可能会比定焦炮再不稳定一点，不过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尤其是它的价格超香，对，20.84万嘛，对，这是超香，超香，香爆。想请普哥分享一下，就是通常这种大炮，是这个脚架通常要怎么安装比较好？OK，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大炮，平均重量会在2.5公斤到4公斤左右。那我们最需要就是一个油压云台，然后脚架嘛，然后再最重要就是这个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长板再加一个减震托架。那为什么要这样配呢？因为我们在架脚架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调整它的重心。那为什么要用长板？长板我可以有助于我在调整重心的范围，所以我会依照我的镜头长度去配我的长板。最重要就是这个减震托架，因为我们的相机跟镜头它会有一个间隙，那它这个间隙的话，在于我们操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落差感。第二点就是因为镜头很重，所以它的受力点只有在它的接环。那这个减震托架它就可以解决2个问题。第一个，我可以减少机身跟镜头的间隙感；第二个，利用这个托架去分担我的镜头接环的受力点。所以如果不架这个的话，接环是有可能坏的。是有机会的，就是以我们门市的经验是有遇到，就是说接环松掉。这个头是什么？马小璐的 SV35，比较重的器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强烈推荐，就是一定要用油压云台。就另外讲法就是单向云台，然后最重要是它一定要有动态平衡，就是这个。目前就是有动态平衡，例如说沙雀跟马小璐，
这个的 SP35的云台。那动态平衡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在操作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的轻巧。对，像现在的话是没有锁住的。对，我是没有锁住的情况下，我可以很轻巧，然后我只要使用一点的力量，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操作我这么重的器材，就没有像以那个单纯的阻尼云台，我必须要出很大的力量，我才有办法去做运镜的动作。尤其是我们在拍正在动态的东西，它其实是非常快的。那我可以用很小的力量，我就可以去移动我这么大的镜头。那听到现在，你应该觉得说这颗镜头呢相当强悍，但是它的重量4公斤还是很重的镜头，没错吧？但你要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这颗镜头呢是可以取代4颗镜头的，300、400、500还有600，328、428这2颗镜头呢都相当的贵。500的话呢，像 Sigma 有500 5.6，然后600 f4，大家知道原厂600 f4有多贵吗？Sony 原厂600 f4呢是3公斤左右，价格呢是40万左右，40万左右，你没有听错。然后如果是尼控的话，尼控的600 f4价格要将近50万，然后它的镜头重量呢是3.2公斤。所以你说实话 ，Sigma 这个300到600 f4的焦段4公斤，但它的价格呢才20万，它的价格呢不到原厂镜头的一半，但是你有了300、400还有500的 f4 恒定光圈很香，对不对？这颗镜头你认真去分析它的 CP 值的话呢，是超级高的。运动摄影还有动物摄影呢，都非常的推荐这颗镜头哦。那以上呢就是关于300、600的详细体验报告，希望对你有帮助。这颗镜头 CP 值再次强调，超级高。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是兴趣展摄影3走，谢谢各位，拜拜。